我们上了这么多年学，教育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用？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师。今年的高考已经尘埃落定了，很多学生朋友们要开启新的人生篇章了。我也有学生和实习生马上要开始读研读博了。那么对于我来说，高考已经过去了10几年，现在回头看，高考和大学教育的意义究竟在哪儿？我们学到的那些知识和应试技巧到底重不重要？或者说，什么才是同等重要的技能呢？那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找了3位和我同年参加高考的朋友，他们有的直接通过计算机竞赛保送了浙大，有的考上了中山大学，有的考上了普通的1本，还有我考上了普通的2本。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轨迹，但是呢，通过对话，我们发现我们的命运又神奇的在往一个方向汇聚。那么作为一期谈心视频，今天就和我们的朋友们来和大家一起谈谈高考和高等教育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和启发。高考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大家怎么看？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就是我现在回想一下，就是回到高中的时候，觉得高考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就觉得说这可能是通往一个你理想的一个人生、一个愿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门一样的一个存在。就是你可能如果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然后你可能就跟你未来的你想要的生活，然后就可能没有办法实现了。但是现在过去了10几年，然后现在回想过来，我现在就觉得高考可能对于我来讲只是人生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节点，当然这个节点很重要，你是必须得度过这个阶段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但是我感觉就是它不会成为说就是完全决定或者是定义你一生的这样一个事情了。我同意老王说的，就是如果你现在看跟当时看完全不一样，当然作为学生，你当时就很简单，你想上大学吗？你想上大学你就必须得高考，所以这就是它的意义。但你要是把它展开来说，它的准备阶段的意义，然后后面就是它给人们带来的后面的4年，那其他的意义就不说了。单纯说高考本身，就在我看来就很简单啊，就是意义就在于你想接受高等教育嘛，你想的话你就必须高考。高考会给你一个分数，你会大概知道你在全省的一个范围内你大概是个什么水平，然后他会告诉你，他会给你一个资格让你去填志愿，让你去填你未来4年要去哪儿。这就是我现在看这个高考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子。那没有高考过的这位同学，你觉得呢？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们的观点，重要是重要的。但是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其实说的就是一个角度是在说学校。其实高考的时候，最后你的这个分数后面其实包括你报志愿的时候，不光是一个学校的问题，还有一个专业的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学校的话呢，其实差距肯定是有的，但是肯定不会特别的决定就是后面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走向啊。因为后面的话，高考完了是本科还有研究生，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你都可以去再进一步的去到你想要的这个层次高度和你想去的学校。但是的话呢，专业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一个专业定了以后呢，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知识体系，就是你对所有东西的一个想法和思路，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但你觉得你的这整个的人生的选择是你在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好的，你一步一步往那方向走吗？还是说通过某些机缘巧合才走到现在？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不喜欢那种特别按部就班的人生。我不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时在我们成长的环境，特别是可能我们的高中然后以及山东本来就是一个这种学术氛围很重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家长思维可能也相对比较传统，然后我自己特别父母都是在那种研究机构上班的，所以说我周围的环境大家都觉得说好，大家要好好读书然后一定要读到博士然后最好是能去做教职，或者是说能去做公务员然后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从小感觉就自己稍微的有一点点叛逆，我就不喜欢别人给我规划的人生。所以说我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好，别人去读理科的时候我就要去读文科，其实有一点点的这种叛逆的这种情绪在里面。然后但是我的人生的底层逻辑就是我的人生要一定要足够有趣，我要去经历很多，就是希望它的事件密度比较高，然后可以去经历很多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职场环境，不同的国家，反正就是我要有一个比较有趣比较有意思的人生。所以说就抱着这种底层的逻辑，然后我就一步一步走过来。比如说我可能去美国读书，然后到后来然后毕了业之后去联合国去实习，然后到后来又去工作，就是每一步其实都不是我提前预设好的，都是刚好在我人生的那个节点，然后它出现的一些机会。当然比如说到那时候可能是有几个机会，我自己可能就会选择那个对于我而言就觉得挑战性比较大或者最为未知的那个，我就会发现我在众多选项里面我总会去选择那个
比较冒险的那个选项，我可能就是一个这种风险偏好就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人。我刚才听那个老王说的经历，我觉得哎呀好有趣啊，我就觉得很想体验一把。但是呢，就是但是到我这儿就很平淡无奇啊，是吧？这打一路，基本上就是吃这个食堂吃了快20年了，就是食堂也不换，我也不走。亚太地区最大的食堂嘛，啊，是那个是吧？全亚洲最大的，对吧？当年你们谁7号带我去？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呢，就是有的时候的话呢，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选择好像都还是比较就很平淡啊，就一直在一个地方没有动过，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还是在追求一些就是看起来比较有趣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自己是计算机方向的，我选方向的时候就完全不肯去选计算机的传统方向，什么 CV 计算机视觉，还有那些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做脑机接口是吧？对，我们是做脑的，那就是因为我当时的一个人生遗憾啊，我当时没有机会去填生物的那个专业，我其实一直怨念到今天，所以所有的选择都是围绕着这些东西来的。那当然有可能当时如果成功的选了生物的那个专业的话，也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子。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一些无法释怀的坚持，你就没有办法。所以说一步一步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看清楚了未来会怎么样。那但是的话呢，其实选择都是这样子的，你在每一个选择的节点，你自己的判断也不一定是准确的。然后呢，别人告诉你的一些东西呢，也不一定是准确的。所以呢，这个选择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点这种随机性啊，也不一定就是会选择坏了。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自己能重来一遍的话，我就觉得想跟当时自己说，就是不用那么紧张，就是人生不会是由某一个单一事件去决定的，不管是高考，不管是填报志愿，还是不管是你选对了某一个工作或怎么样，就是人生我到后来越来越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就是这种垂直往上走的一个这种攀爬的一个架子，它是一个这种网格，就有可能好，我这时候是往上走了，但有可能我走着我就平移了，然后有可能就是在某个阶段我又往下走了，但是其实是它有 N 种选择，就是你在一个节点上，哪怕是你走差了，但是你可能会到下一个节点还是有机会再去把自己的这个人生轨迹给纠正回来。所以说如果是我当时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可能会考得会好很多。所以说就希望后来人们可以真的是放松心态，不管是高考还是填报志愿，我觉得都更平常心一点，因为人生也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关口在前面，所以说不用太焦虑。你的职业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你并不需要有一个学术的理想才配去做学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职业、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去做，但是它只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者你人生中的一部分。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你可以去打球，你可以去唱歌，或者你去追求你所有喜欢做的事情。这我觉得这并不冲突吧。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无论是学术理想也好，还是你喜不喜欢也好，这个东西它其实我的感觉这些年它是可以培养的。我也不至于说我要去把它，我个人非要把它喜欢到什么程度才去做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任性的人生，对吧？就干好了就完了，对吧？喜欢打篮球，你周末去打去就行了，就可以了。那你现在呢？你现在有科研理想了吗？还是工作，还是工作为主，就是我真的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工作为主。因为说实话，就是这个专业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回到这个专业的问题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各位觉得选专业怎么样？我当时觉得我这个专业其实选的是完全不符合我个人性格的。你想想，就如果从能力上来讲啊，你的理科里面最差的是数学，然后最好的是，比如说最好的是英文跟英语，语文跟英语。然后你个人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张扬，相对张扬，比较爱表现，比较这个就是，比如说我喜欢篮球，喜欢体育相关的东西，然后喜欢对历史，喜欢唱歌，喜欢表演，喜欢这些东西。你偏偏选择一个就是对吧？就是当时其实看来就是要做程序员的这么一个。所以你要说后悔的事情，其实当时我恨不得可能高3的时候，可能就换成文科。或者是怎么样，这可能是就是敢想一点，可能是这样子的。那小七，你觉得你现在做学术是基于学术理想，还是基于专业，还是基于爱好？今天不是讨论高考吗？你不是没有高考过？我是纯理想，我是纯理想。但是的话呢，有些时候呢是这样啊，就是两个方式的话呢，其实做学术都能做得好的，就是学术圈子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也就是一半一半吧。
肯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带着学术理想过来做学术的。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肯定是完全是学术理想的追求啊。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当时虽然没有高考啊，高考之前就是我们高3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院士论坛，来了很多学生物的那个院士做了一次讲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定要干这个事情啊。但现在不是整个风评是什么生化环材4大天坑吗？生物排在4大天坑之首啊。如果再给你一次做选择的机会，你还会选择生物吗？如果再给我次机会的话呢，我估计不会选择生物，因为的话，当时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对这些学科的理解啊不深。就是我其实现在特别感谢的就是计算机给我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就是这种强逻辑的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去解决生物里面的一些问题的。就是当然他们生物包括他们那个神经科学，他们脑科学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体系啊，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个逻辑，但是它不是一个工科的一个逻辑，它是一种就是科学的这种发现的这么一种逻辑啊。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不是崇尚学科交叉嘛，其实发现呢，计算机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所有学科里面的就是一个共通的一个逻辑啊，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发现啊，就是计算机这个，当然你看你们走来走去，你们除了老王是文科，他不选计算机以外，后来大家都到计算机这个领域了。其实原因但是老王也进了很多互联网大厂。对呀。就是说的话呢，计算机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更加方便的去跟其他的学科形成一个思想上的一个交叉，因为它毕竟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它的这个思想和它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思路，还是比较就是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思路。那你毕业了以后，你比如说你去了阿里，去了大厂，然后为什么又回归学术啊？也是因为对学术的信念。首先去阿里我觉得就是大厂其实非常的好啊。就是如果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一个学生来说啊，就包括我其实现在也自己带学生，我也发现呢，你想劝说学生做学术是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厂的话，各方面的吸引力都很大，就是尤其的话呢，收入是一方面，收入的话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哦，尤其是计算机的这几个大厂。但是呢，回归学校的话呢，其实当时有很多原因啊，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觉得就是想延续一下就是自己当时的一些所谓的有些偏理想化的一些也算是理想吧。一个的话呢，我也确实是比较就是学术这边的话呢，你可以更加的发散，就是你的这个思维就可以更有创造力，就是像老王说的，就能干一些更加的就是你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有激情的、特别 exciting 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聊的时候发现啊，我们其实高中的时候对于这个人生的规划基本上是无吧，就至少我们4个，除了老王有一点啊。我当时是完全是因为叛逆，我也不是有规划。你看我们当时选个学校，你看你们俩是选的地区，对吧？我呢实际上我是保送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选择了。然后的话呢，就是老王选的是也是离家远，然后呢当然也有专业，但是实际上当时我们是真的什么是完全不是有这种人生的这种感觉的。那其实我们最后的这个最终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是大学本科啊。那你觉得本科怎么塑造了你的人生观？因为对我来说，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并不觉得我的本科塑造了我的人生观。就我的人生观可能更多是因为自己的迷茫和寻找，在不断的试错中塑造出来的。但是我很能理解，我觉得可能是本科学校对一个人带来的最大的财富之一。我觉得并不是说你在好的学校里头能够学到怎样更加高端尖端的知识，或者是怎样。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让你遇到不同的人，或者说给你提供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底下，很多人都在去追求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可能不是说我觉得大学当然是很重要，但我觉得老师说的就是大学你碰到的人可能对你的影响什么是更重要的。但是等我去的广州，然后去中央大学之后，我就发现哇，因为那边有很多这种深圳啊、广州啊，或者是潮汕那边的同学嘛，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我就发现跟我们高中同学的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就是他们可能首先就觉得说我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精力放在这个读书还有成绩上面。
对于他们来讲，比如说我可能利用这个一些比较闲暇的时间，我可能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兼职，或者是我跟另外一个小伙伴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创意的项目，或者我探索一个就是有点看起来稍微不太靠谱的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就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觉得说给自己带上一个枷锁，我是一个名校毕业生，我就不能干这个，我就不能干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去哪儿去回到家乡去开一个店，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只要是我可以把自己养活，只要是我能在这里面获得一些成就感，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那个一个商业氛围非常浓厚的这样一个城市和一个大学，我就觉得好像把我那种就是特别有点过于理想化或者是比较传统的那一面稍微中和了一下。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后面的整个的这个人生选择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老师啊，你的这个人生观其实在你进入这个本科之前已经定了，所以它其实影响不到你。我想啊，我觉得你当时就是如果是你当时高考就是最后的话呢，属于其实你去了你不理想的一个学校，所以你的进去之前你的想法就已经决定了，其实你后面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去决定的。其实基本上学校对你可能影响确实就会不大，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就大部分的本科生来说，他们是没有这么坚定的这么一个想法的，其实还就是高中过来的这么一路顺下来的，就是始终的话呢，就是你想人生观的塑造就两种嘛，要么就是我自驱的，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那我也可以形成我的人生观。但是如果我没有这种自驱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外界形成的。外界的形成有几种方式形成一个人生观，一种是评价体系，他怎么评价你，就是比如说一个学校他看重什么，他就是说的大一点，就比如说有的学校他看重的就是成绩，你就是必须要成绩好，其他你就什么都不用管，你就是要成绩。有的学校呢可能就是看重比如说实践，就是说你这个成绩有什么没用的，我就要看你的这个实践的能力，你这个东西最后能不能做成一个有用的这么一个东西。有的呢他可能看重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他对这个就是商业的这样子的一些，还有呢可能有的学校呢他觉得追求什么人生理想啊，宏大的这些理想上，就是每个学校其实有他自己的这么一个就是调调。你在一个好的大学里面，你周围你刚才说的是有人的原理，对吧？这些人能够影响你，是因为他们可能某些地方比较特殊，比较对你可能来讲某些地方比你优秀，或者某些地方跟你不那么一样。但如果你到了一个环境里面，你必须要靠自己才能让自己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话，你靠别人影响，靠那个环境怎么影响你是很难的。所以比如说给你放到清华里头，你会从大一的时候就往前走吗？你别说清华不敢想，就稍微好一点的学校，就不要说是那个什么清华，就稍微好一点的985或者稍微好一点的211那种，好一点的还能够得着的。我觉得我进去之后，我觉得可能会对我有影响，说实话对我有影响。但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去模拟一下，我可能还是会散漫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可能发现自己不行，或者发现自己这样不行的一个时间会更早，因为其他人都太努力、太优秀了，你会这个落差感就会促使你自己去反省，自己去那个什么。其实你刚刚说那点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我为什么举清华的例子？因为现在我的工作就是环境里头会接触到很多这种非常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可能是就是跟比如说北大清华或者是什么这个中科大国科大这些学生，他们在高考之前都非常非常优秀，然后但是他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环境里头了以后，发现周围的人都比他更牛逼。更绝望的是，他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都不会比那些同学更牛逼，所以就相当于你刚才说的那点，其实可以反过来，就是说他发现自己如何努力都赶不上的时候，他就会放弃努力。但是其实我刚才想说的点是，这个高考带给我们可能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起点。如果你考得好，你进入到一个好的大学，如果你是那种自驱力很强的人，这个环境会逼着你往前走。因为今年考试，比如说这个语文的卷子讲《红楼梦》的那个作文题，然后好像很多人看了以后都很懵逼，然后包括那个数学卷，我看很多人把那个发过来，我在看，我大概简单看了一下，就是也是属于很多东西也是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的，包括很多这种高中或者是高考学的知识，或者是做题的技巧，可能我们现在10几年之后已经完全都忘了。所以你们觉得这种高中学的东西或者高考考的知识，对于我们现在工作了比如说10年的人来说有没有帮助，或者是有多大的影响？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高中简直就是我自己知识的巅峰啊！但是呢，我现在回过头来，在我目前啊，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应该也是有工作了差不多11年了，然后不管是在国外的公司还是在国内互联网大厂都待过。我自己感觉到，就是跟那个高考可能学的知识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太多的这个加分，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高考这个事情，就是你花3年时间为了这个事情去努力，然后能持之以恒的去为这个事情努力的过程当中积累下来所有的这种好的习惯，然后所有你的这个自驱，然后还有你的自律，这些东西是可以会持续的在你走入工作当中之后还是能持续帮你去加成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像清北啊，然后这个上海交大复旦这样的学校可能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起点，你可能在这个起点上比别人领先了一个身位，但是我觉得职场上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环境，它会考验到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协作能力，然后你的这个责任心的程度，然后种种这些，就是我觉得它会给后面比如说可能高考没考好的同学，可能大学不是那么优秀的同学给到你更多的机会，反而就是有时候会在职场当中会发现，可能有一些这种本科特别好的同学，然后他的那个自尊心什么的反而特别强，然后会导致说，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小小的挫折，他可能就很难走出来。但是比如说就是可能这种院校一般的这种学生出来的，反而他的这个就是会更开放，心态也更包容一些，然后也愿意自己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高考很难去决定你这个一辈子的这个职场之路，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起点都会有机会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感触吧。行，我是觉得对，从知识层面上真的对以后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关系不大吧，就是更多的是学习习惯。这我觉得有2个东西，一个是学习习惯，还有一个是你自己的一个自信程度。知识本身的话呢，说实话，大部分的知识，即使是你做研究，也用不上的。反正，当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如果也有可能是研究数理化的人是可能用得上的，因为的话呢，我们高中就学了3门课，基本上就是数理化，其他东西我们工科的东西高中也不学的。那所以，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的话呢，至少从我个人的这个观点上来看的话呢，高中的这些知识，用处，反正帮助不是特别的一个明显吧。尤其的话呢，其实高考的话呢，都是侧重这个知识本身啊，它其实并没有去说刚才老王说的那些，就比如说社交能力啊、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甚至在这个逻辑能力上，它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考核，就感觉其实高考之后我们经历的这些东西，很多的这些事情比高考本身难得多。这么说来说去啊，反而是这些思考的方式是最重要的，反而就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教，只有人传人，是吗？人传人，你这个时候不要用这种词，这个东西我觉得用人传人，惊悚的词。因为我现在也发现这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刚才前面在聊，我们很多东西会受别人的影响，会受你的同事，会受你的比如说老师等等的这个影响。本质上来说，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应该我们客观去学的一些东西，反而没有人教你，只能靠就是你身边的人来教你。这样是不是感觉现在是这个学习的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学习太强调知识了，它不强调这种想法方法。对，就是但是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感觉啊，就刚才老王说的很多东西，我感觉是有哲理的。这些哲理的东西，要么是你自己悟的，就是你相当于在一个试错的过程中不停的试错去悟出来的，要么呢就是有你信得过的，或者是你很尊重的人去告诉你的时候，你听进去的。就是这样2种的情况才能去。对，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可能高中还有就是大学可能学的比较少一点，就是处理各种关系。我觉得就是可能沟通能力这种东西说起来比较浅显，但是我觉得就是人，我到后来我现在啊，就忽然人到中年了，忽然就是意识到，就是人这一生怎么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自己跟自己最亲的人的关系，以及怎么样处理自己跟这种职场的关系，或者是在这个工作伙伴的这个关系，可能是决定你这个人生幸福指数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我们竟然没有一门课是去教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非常神奇。就是我们高中，然后我们都是每天都在那儿好好学习，然后大家全都是家长和老师都是以我们为中心的，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一件事儿干好就完事儿了。但是到后来你放那个不管是走去职场，还是说走上了其他的工作岗位等等，你最后就会发现没有人会以你为中心，就是你永远是在去各种处理和协调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你知道对方想要什么，然后你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样，然后怎么样能让想法不一致的人最后达成一致。我觉得这种是特别重要的一课，但是我觉得在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然后以及在我们的这个训练当中，都没有人给我们去特别强调这一点。好像在高中的时候，只要是你成绩好，只要是你能考上好大学，就是人生就是从此就开挂了，但其实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